北京出现罕见维稳异动，传高层去世成禁语，胡锦涛健康传闻再引政局关注。近日，北京市内接连出现多项非常规维稳措施，地铁站内警犬巡逻，路口加设临检点，甚至连骑车与行人都被要求出示身份证，城市气氛骤然收紧。与此同时，有消息传出，党政系统多地单位继续接获指令，要求严禁评论或转发有关高层领导人去世的任何消息，管控自上而下展开。多方消息显示，这一系列措施已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健康状况恶化有关。传闻指出，胡锦涛家属已紧急自上海返京，前往301医院探视，相关部门亦已准备讣告模板和黑白版面。虽然官方未发声明，消息本身却已在党内外激起震荡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潇。自媒体人李牧阳在新闻看点中说，北京风声鹤唳，有传闻说有大人物去世了。现在北京街头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，北京地铁有警犬，十字路口警车重重。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并留言，发生什么大事了？北京的警察开始在大街上查身份证了，开车的要被查，连骑自行车的人也被查身份证。7月3号，李牧阳的一个朋友在邮件中表示，他所在某县农业部所有的办公室都接到一个电话通知，说如果在抖音和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布某个领导人去世的消息，一律不准评论和转发。邮件中分析，应该是有某个大人物去世了，这是担心消息泄露出来会被人们评论转发，所以从上到下逐级传达。李牧阳收到网友爆料后，联想到蒋网正6月30号的发帖，胡锦涛病危，他的儿媳王军和孙子今天从上海乘专机飞往北京，赶赴301医院。蒋网正还说，中宣部已经通知了各网站，随时准备黑白版。他还引述了301医院的消息，一个原正国级的官员情况不妙。李牧阳综合消息判断，那位正国级官员可能是胡锦涛。自媒体人苏小河在其批评书节目中说，他6月30号接到爆料说，胡锦涛于6月30日凌晨去世。吕奥学者李元华指出，胡锦涛身体一直不好，传出病逝或病危，我觉得都有可能。有消息说他家里的孩子已经从上海去了北京了，而且是非常紧的，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他对于现在的政局应该说没有太大影响，因为胡锦涛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意义的。最主要的是习现在在整个中共政体里面不得人心，看他不顺眼人，想反对他的人非常多，包括像胡温的这些中共元老级的人物，包括不同时代的中共元老，虽然他们利益各不相同，但是主要来讲是习近平在军权旁落，而且他身体时不时出状况的情况下一定会变，但是怎么去变，这里边可能还得看各派的最后怎么媾和的勾兑啊，因为各自的政治集团那个利益不相同，所以大家都想争取自己一方的利益最大化，这就使得现在的这个政局虽然有变，但是最后变成什么样还待观察。加拿大时评人丁律开表示，这个事情可能是真的，不是空穴来风的，可能这真的是胡锦涛病危只是去世了。但去世的话呢会公布，所以应该是病危的，它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元老掌控局势，对元老掌权是不利的。习近平可能这个机会反扑吧。但是这个可能有另外一个反应，就是张友侠可能就是会力主清洗习近平，更强硬的手段清洗习近平的势力。如果胡锦涛去世了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汪洋跟胡锦华就不太可能上台了。胡锦涛病危或者是去世的话，会削弱他们的势力，这个是很明显的，因为他毕竟是中共前党魁在掌权，他们东山再起就很有帮助。如果说他病危或者是去世的话，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支持力量了，对他们的回归可能就会是不利的，对政局肯定有影响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自媒体节目中也说，
上周六，日本读卖新闻驻北京分社的记者对他说，有人告诉他胡锦涛去世了。蔡胜坤表示，他本人没有关于胡锦涛身体状况的确切的消息。他对那位记者分析说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胡锦涛去世了，作为严肃的媒体，你应该慎重，因为胡锦涛和中共军中大佬不同，军方作为军事部门可能会选择不对外公开，但是胡锦涛是继毛泽东、华国锋、邓小平、江泽民之后的中共重要领导人，他如果去世了，密不发丧，这在国内外和国际上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，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承担这个责任，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。后来他在读卖新闻也没有看到类似的消息。蔡胜坤认为，从胡锦涛退休以后几次露面可以看到，他可能有帕金森综合症或者老年痴呆的症状，再加上胡锦涛父母早逝，其家族应该没有什么长寿基因，他的寿命跟家族基因有很大关系。如果他病危，作为正国级领导人，按照这个级别的医疗条件，只要不拔掉他的管子，即使他已经成了一个植物人，或者已经失去意识了，他都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蔡胜坤曾经陪同一个朋友到医院，医院领导对其朋友说，你只要同意，让你的父亲再活10年8年都没有问题，现在在医院里住个10年8年的多的是，由子女决定。中共尤其是对正国级高干的医疗护理是不计成本的。原来在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任职，旅居澳洲的自媒体人蒋网正在自己的节目中表示，301医院有一条消息，原中共正国级一老人病危，有人说是朱镕基，有人说是胡锦涛，但他本人没能打听到确切的消息。但胡锦涛的儿媳王军和孙子6月30号坐专机从上海飞往北京，据他所知，胡锦涛身体不好，在打补脑针，就像澳门赌王何鸿燊打的那种补脑针，中共元老都在打，中共元老的长寿是有原因的。澎湃新闻202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《赌王去世，补脑针续命，5个月花费过亿，医生告诉你真相》的文章解读外界传说的续命的补脑针叫 Perhastam，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比拉西坦的化学药物，是神经内科外科常用的保护修复脑细胞的药物。神奇续命针这个概念，曾有一个报道说，有富豪花60万到俄罗斯去打干细胞针续命，据说花400万能年轻30岁。在中共政局可能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刻，胡锦涛如果病逝，你觉得会有多大的影响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